2场的这个初赛。卡门，你那个 Comport 的那个 clean film， 他把没有把握的事放在比赛中，就可惜了。拿不出来。巧克力如果我失败，对我来说有点丢脸。整个 construction 你没有想清楚。As 一个 chef， 我说，哎，你要在做什么 Michelle 在做什么呢？在做我不会做的东西。布丁的话呢，就是完全没有布丁的那个口感。第2位离开唐朝冠冕的人，他就是Michelle。唐朝冠冕，等你加冕。城市人生活压力大，我们为何不学习倒着看压力，把 stress stressed 看成甜点 dessert desserts。不过在唐朝冠冕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在这里甜点伴随着压力，不达标者将会被淘汰出局。目前为止，8位参赛者之中已经有2位离开，留下来的6位参赛者将以实力战斗，用创意制服彼此。谁比谁强，一切在评审的掌控之中。首先欢迎我们的常驻评审、顶级巧克力大师 Chef 崔凤，也欢迎婉转甜点、娴熟超群的 Chef Tai。无论是独具匠心的盘式甜点，还是精美绝伦的下午茶，没有什么甜点能难得倒甜点师 Chef Tai 戴建林。带着20年的经验 ，Chef Tai 目前是5星级酒店的行政糕点主厨。Chef Tai 也曾是国际甜点厨艺竞赛的常客，勇夺数枚金牌，无疑是甜点界的佼佼者。Chef Tai，欢迎你再次光临，重新来到这个舞台。你对这个系列的参赛者有什么期待吗？我会期待每一位参赛者带来不一样的创作。那 Chef， 我想问你，现在参赛者都已经呈现了2种作品，那你觉得他们创意和技术上兼具吗？其实都兼具，而且他们本身也展现他们的个人魅力。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就是组合的契合度，还有他们的流畅度。那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组合赛，到底哪一组可以合作无间，让评审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马上请出我们3个组别。我自我推荐一下，我的优势就是我的时间很充裕，我觉得我的审美还不错。第3就是我有钱。好，那个 ，OK 哇！其实一开始我和永路不好意思选人，我们就靠在一起，连他们就以为我们自己要组队。来，我们走，看我们来走。我们4个联合起来把他们2个淘汰掉。欢迎6位晋级的参赛者。那今天的组合赛中，每一组必须以椰子为主题呈现甜点桌 （dessert table）。椰子从内到外都可以使用，所以你们今天能不能达到物尽其用这个标准，也是得分的重点。当我知道主题是椰子甜点桌的时候，我有一点惊讶，因为椰子不是我喜欢的一个水果类。当我知道主题是椰子甜点桌的时候，其实我的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就有点小惊吓吧，因为完全没有想到说会叫我们做甜点桌。听说你们为自己的组别取了名字，我们从他们的嗜好开始吧。你们这组叫什么名呢？我们这一组叫精卫队，取自于精卫填海，意思就是说力量虽小，可是会顽强的往前冲。哇哦！我们这一组是叫 Holiday。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虽然比赛很紧张，但是希望我们的甜品能够带给大家
轻松度假的感觉。哇，真好。那永路和佩珍呢？我们的队名叫椰子达人。就经过了这次buffet style 的甜品，我觉得我们蛮厉害，用椰子来搭配我们的那个甜品了。以后非常期待，非常的期待。是的，比赛拼的呢不是起点，而是谁比谁更经得起时间紧迫的考验。祝你们好运了！比赛限时3小时，现在开始。既然今天你们以组合的形式竞争，你们必须在创意呈现、烘焙技巧、口味与口感、卫生与工序上争取分数。评审也会就你们的合作状况来评分。那么参赛者呢将联手争取组合的分数，而评审们呢将会给予你们个人的分数。那么最后呢，组合分数最高的那一组呢全员安全了。这个组合分数最低的那一组呢，2个人都会被淘汰。那么分数呢还在中间的那一组呢，分数比较低的那一位就会被淘汰。也就是说，今天你们是彼此的搭档，也是对手，所以你们一定要合作无间，因为只可以留一个人。你会用这边吗？不要紧，我用这边。好。现在我要做的是巴斯克芝士蛋糕，但是做的是生椰拿铁口味的。我在煮一个 coconut 的 ice cream， 我在煮黑糯米。我现在在称一个拉面的材料。这个我煮到85度了，我就加那个马利布的酒。马利布也是一种椰子的酒。我现在准备马卡龙。我现在做是 pâté sablé， 在这里是 tart shell， 这个是 brown butter， 因为我要做 financial。我想问一下4位评审，你们在制作甜品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帮你，是不是很重要？还是你们都比较喜欢独当一面，自己做？本身我是比较喜欢有帮手或者是有一个团队的，那么整个制作会更加顺利，还更快。有帮手跟有 partner 是不一样的，帮手来帮你。可是如果是并肩作战的话，就是要看对方的默契，而且你要分配好工作，必须要有一个 workflow， 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炉，他们要哪一个先进去烘，他们都要分配好那个时间。所以今天我们的这3个组合哈，他们之间的合作方式其实很重要。是，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好不好？世豪，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在做马卡龙。你觉得他们的优点是什么？他很有耐心，而且他在口味搭配上的创新的那个部分，质量肯定比我的高。大致上其实是卡门姐姐在带队的。可是今天我们在合作方面是有打分的哦。不是，可能在构思方面。所以这样的合作方式 ，Chef Tai 是可以接受的吗？是可以接受的。啊，可以就好，可以就好。口味搭配大多数都是他想出来的，我只是在旁给予一些意见。你们今天做几样甜品？我们今天做4样，然后就做一个马卡龙，一个塔，然后一个黑糯米，跟还有一个椰子蛋糕。世豪跟 Carmen 的构思4个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单调。你做4样，他做4样。啊，不是，2个人加起来4样。哦，2个人加起来4样。哇，我看范文芳的表情，感觉真的是还蛮少的，很少的。这些甜点是我以前有做过好几次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做我们比较有把握的吧。其实这样可以吗？你要 drop SB shape， A shape。我现在要做椰子球慕斯，那我用这个好吗？我要把冰淇淋拿去打冷。我现在要做一个 strawberry 的 jam compote 这样子。现在把吉利丁放进我的奶油里面，让它融化。哇，今天我们的 Natasha 呢，把头发盘起哦，她今天像那个 Belle， 谢谢。然后呢 ，Olivia 今天就是 Mulan。我们有 Mulan 2个都有新造型。Yes。那今天你们准备要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一共要做7样东西，然后我要做马卡龙、椰子慕斯，还有那个巴斯克蛋糕、椰子油，还有椰子脆片 （coconut chips）。我今天做一个 jelly 是杯子甜点 ，coconut financial with mango jelly，and then banana passion fruit tart。哇，7样哦！因为他们只有3个小时，然后可以完成7样，是真的很不错。所以我刚才发现7样，欧萱很满意。像世豪跟他们有4样，你 OK 吗？哇，有要求，有要求。我觉得因为这是第3回合了，所以我会可能要求高一点，就看他们这4样是不是充分的利用这3个小时，而且没有办法再加了，那我就觉得 OK。就是看他们的层次啊，对，可能它的4样，但是它的层次很丰富。现在我要做那个樱花的 Swiss roll。我现在在做一个油猪的 crema。我在做 financial 的时候，我不可以把 butter 太热的时候放进我的 batter， 会煮熟那个蛋。这个里面是一个油猪的巧克力，还有 butter。OK， 现在我要把它送进 blast freezer。哇，这一组我记得他们的组合的名字——椰子达人。为什么呢？我觉得是你们想不到名字随便取的，对吗？那么敷衍，怎么可以这样？希望配得上这个名字。对，我们希望可以配得上。开头做这个甜品，其实我们一人想3样，结果发现我们想的东西都很接近日式，所以我们就打算走这条路啊。OK， 日韩，因为我觉得如果再做回那种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口味，就可能太普通了。我们的甜品有热的跟冷的，对，因为你的铁板有些也会放烧的时候，哇，就有一点比较特别。哇，我觉得他们这一组讲话的感觉就是很有信心哦，已经知道他要怎么样的去进行。在食材里面，他们都有融入这个椰子的食材，只是你不知道说想象出来的味道做出来了，效果会怎么样，那又是另当别论。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椰子，我想问一下4位评审哦。我妈妈每次跟我讲哈，去买那个椰子呢，你要问那个人哈，那个椰子是一个老人椰还是年轻椰？嫩椰跟老椰，真的有不同吗？老椰的味道是比较香、比较浓的。哦，因为我妈妈是小贩嘛，所以我们都有卖那个娘惹糕点跟椰浆饭，所以都是用老椰来取它的椰汁来去做这些食品。那所谓的嫩椰可以做怎么样的甜品？口感或者是味道比较清淡、清香的甜品会比较适合，还有它的那个肉会比较嫩。我觉得椰子要懂得怎么去运用它，不能每一次都放，有时候你放多了，我会觉得它是多余的。世豪，有没有看到你把之前 pipe 的那个 macaron 全部弄掉了？是有原因吗？就其实刚刚在拌的时候就发现到那个稠度其实不对。OK。 It's able to flow with 3 seconds. 呀，我知道，那这个有一点稠，就太稠了，我怎样拌它都不会稀释，所以就决定再弄多一个吧。就是你刚才讲的，对，马卡龙蛮讲究的，就好像这个，通常我们会煎个鸡的，可是早就没有做到，就是整齐的这样排过去，还有大小也是需要均匀。烤盘也是要选平的，这个就有点陷下来，所以等下烤出来就肯定是不平的。你是为他们担心啊？对。 时间只剩下2个小时，参赛者抓紧时间。这个是我要放在杯子甜点的上面，这一个 crumble 我也是用了椰子糖，所以它会比较香。我在煮芒果和凤梨的 combo。现在我要做一个马吉的豆。我现在在做椰子的脆饼。Olivia， 到目前为止对自己有信心吗？ 我要看看我的马卡龙有没有成功。如果成功了，其他的部分我很有信心。我想要做白白胖胖的马卡龙，所以我发现，在马卡龙里面加蛋白粉的话，它的颜色会变得有一些偏黄。因为马卡龙每一个过程的制作都很讲究，蛋白有没有打起啊？还有你的杏仁粉、糖都很讲究。对。但是那你说蛋白应该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我们通常都会让它所谓的熟成 age。 个几天，就是让里面的蛋白质充分的沉淀。但是我今天来到比赛场地之后才知道，不可以把
蛋白提前准备好，然后我就用新鲜的蛋白做。但是用新鲜的蛋白做其实是很挑战的，而且是在没有蛋白粉的情况之下。好，现在我们来到了2位达人这里了哈。那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哦，永路他是这样的。他的脚好开哦，因为他很高，对，他是桌面的缘故。我想问一下佩珍，你觉得永路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技术很好，技术还有细节，很细节，很细腻，所以跟他合作可能不用担心那么多。我去看，颜色还可以深一点，你的那个 Swiss roll 可能要高火一点。高火一点。佩珍的优点是她心理状态很好，就一直很乐观，就她做东西的领域也跟我比较不一样，所以也是有东西跟她学习这样子。缺点我暂时还没有找到。我现在浸泡那个椰肉，浸泡在椰糖浆里头，让它入味。所以我需要小火慢慢的熬那个味道出来哦，让那个红豆吸入那个橙汁的味道。我现在在做椰子的慕斯。Olivia，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我现在在用古法制作椰子油。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怎么样炼制吗？其实就是用老椰子的椰子肉，然后把它榨成汁，得到椰浆，就像熬猪油的方式一样去熬椰子肉，就能够得到椰子油了。因为老椰子肉里面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所以它就可以提炼出像植物油一样的椰子油。哎，我想问，为什么要在现场炼油，而不是在市面上买椰子油？因为在我们东南亚一带，气候都偏高，还有潮湿，所以呢，很快的就会 rancid， 就是说也是有一个臭油味。所以你这样子炼制的话，其实它的新鲜度是非常的高的。姐姐，你们还有鸡蛋吗？姐姐，你们还有鸡蛋吗？鸡蛋有，可以给我2颗吗？可以。 Thank you so much。小心。借了1粒蛋。没有借啦，直接拿。你们家有钱不用这样啦。我很穷哎，我庸俗好吗？哎，我们时间过了一半了，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哪一组的这个合作之间最有默契的？哪一组可以配合的最好？是永路、佩珍还有 Natasha、Olivia 那2组。如果相比之下，佩珍和永路那组，我觉得他们蛮多的沟通，默契也很好的。OK 吗？味道？应该是 OK 的。我放了5分钟耶，佩珍。他们2个都会时不时的观察对方在做什么，很信任彼此。Natasha 跟 Olivia 他们很有关爱的精神。我是放柚子跟 blue pea flower， 好香哦，很香哦，很香。对哦，我就是很喜欢柚子。你尝一下，可以啊，我直接把它装在瓶子里面。那到了这个时候 ，Chef Tai 你有没有为哪一组比较担心的？我是比较担心世豪，因为他的马卡龙还没开始打。不要担心我嘞，不要担心我嘞。世豪，那个马卡龙怎么样了？应该还好，虽然还没做出来。你觉得你做得完吗？做得完，为什么做不完？哎呦，很好的信心。对，卡门，你这样捏一粒一粒是在做什么？面包。面包。哦。Olivia， 你的马卡龙怎么样了？还算是成功，但是它的边缘有一点焦黄，有一点黄，感觉不是像家里做的那么好看。看等一下有没有时间再做一次。我一开始的时候就马上取出1份新鲜的蛋白，然后放在旁边 rest， 因为我想说，如果第1份失败了，我还可以再重新做1份。那你的炼油怎么样了？这个。这什么表情？再不是一次，他刚刚有滚吗？没有滚，咋办呢？Olivia， 请问你的炼油怎么样了？因为刚刚没有注意到火已经熄灭了。这个，他刚刚有滚吗？
没有滚，慢了。应该来得及，因为我看大概60到80分钟左右的时候油就会出来了，所以现在剩下90分钟，应该可以来得及。我现在要做那个 corn 的拉面。我现在在做达可瓦兹，那是马卡龙的表妹，马卡龙的远亲。它的基本食材跟马卡龙的其实差不多一样了，就是蛋白、杏仁粉跟糖而已。就基本食材是差不多一样的，可是那个口感跟最后呈现的那样貌是不一样的。我重做马卡龙的壳，现在我就会做 coconut mousse。你的 sabli 还没弄啊？还没。So sorry， 安娜，你要帮我啊？不行啊。Hello， 佩珍、永露，我们又来了。你的铜锣烧已经煎好了，等一下我会放红豆跟椰子。永露，你现在在做什我现在要么步骤？准备做我的 coconut 油猪，我要做一个 deep cocoa butter 的那个粥，然后就 cook with 椰子这样子。跟着下来你要油炸什么？油炸这个摩奇哥多纳，它是用麻吉的豆拿去包 coconut， 然后拿去炸，然后再沾糖，很像一个多纳这样子的类型。因为我们需要炸2到3分钟，所以我不可以用太大的油温。因为不然它的面团不会熟，所以呀，这类热食的甜品会比较有挑战性，是因为你要掌握温度啊，还是摆设的时间如果太久，可能它的口感就没有像你刚刚出炉的那么好。我有尽量的拿照明灯来弄上麻糬，说当评审吃的时候它是热的。我对佩珍和永露那一组的表现蛮意外的，在技巧上远远胜过另外那2组。Natasha still have egg？ 有，一个，谢谢。一个啊 Yeah, just one。谢谢。等下换你下，快办。对不起，世豪。吵死了。Sorry， 你拿了我们的鸡蛋，你不可以讲话。Sorry， 继续，快大声点。我跟 Holly 也借了2次的鸡蛋，是因为马卡龙那边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没有意想到说会出问题。今天来的时候就抱着比较乐观的心态说，希望一切能够往这正常的方向运转，结果没有，就直接往了反方向运行。Oh, you still need to bake 你的马卡龙哦。呀，一下子 macaroni 一下子50 minutes 就好。如果做完了，我会开始摆桌。好，可以。有点赶了我们。世豪，什么？评审们都蛮担心你这一组。OK 啊，一切在掌控中。对啊，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你看，我们这样安然自若。我觉得只有你不担心咯，他们的样子是担心的。我担心吗？没担心哎，不会啊。语言已经告诉我们他有点在担心。其实我很好奇，你到底拿了几个 mixing bowl 来？4个。对。还有 handheld 的。handheld 的有1个。就因为尽量不要洗东西啊，浪费时间。那你知道我们这个卫生部分是有？我知道，所以全部都放在后面。这个也算，这也算部分。对。世豪和他们比较弱，因为有时候他们要一起用那个炉，然后很不顺手的地方来操作他们要做的东西。他为什么要在那里？他为什么不要移过来？他那个在煮。都会移过去。对啊，应该移过去。而且他们桌面很乱，所以当他们好像要 roll out 那个 dough， 没有地方可以很好的去运作。他们是有沟通，可是我觉得说他们合作的可以再好一点。我的刀跑去哪里了？你又跟我收掉我的刀？没有啊。哦，有，放在里面的。家里还不 clear 的钉水地，你不用了，对？刚才那些 roller 啊这些，我还要用啊。Sorry。在当中世豪要重做 macarons， 所以我们就要把我们该完成的作品把它次序换了，所以就看起来有一点乱。哇，这个是我偶像他最担心的啊，那个炼油已经出油了。对，然后大概再有10分钟，它的油就会跟那个肉分开了。其实我发现炼油好多的椰子才能够炼出一点点油。对。那你用了几粒椰子？这边是4粒，你看它的油已经很多了。哇，有没有白一点呢？
还没有在烤箱里面。对，新的一批就是之前的。对，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用50度去晾皮的时候，但是你看它的那个，已经起来了，就好像很奇怪了。我用50度晾皮，它已经有那个，对，但是为什么？对啊，我在家不会这样的。哎，我不想管它了，看它成不成吧。如果不成，我就用这个。我先把这边脱下来。大家请注意，你们只剩下30分钟了。世豪，你是要把这个马卡龙的远近放在蛋糕里？对呀。哦，就是有人这样尝试过吗？有，不是很新的，就是有人已经做过，对，常用的。常用。其实不到最后1分钟，我们都不知道鹿死谁手，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个感觉会是怎么样。是。各位参赛者，你只剩下10分钟，应该是在摆盘的阶段了。今天其实对我来说是有点赶的。我觉得3个小时真的很快。完成今天的比赛后，如果真的被淘汰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的。亲爱的朋友，现在时间剩下5分钟。你不是要放盘的？没有，就上那个 embolive。姐姐有 need me to help you with the baba？ Yes。来讲。当下是有一点紧张啦，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差不多到那点了，就是我们是可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对我而言就是时间的管理，因为我从来没有在3个小时做过4样甜点。我们好了，完成了，哇！当完成作品的时候，我就松一口气，感觉有惊无险。只是担心成绩会不会拖累到永路啊，还是不懂会不会晋级这样。我们好了。第2组完成 Holiday。其实看到我们的那个桌子非常的开心，比我想象中更漂亮，而且很满意。剩下只做4个甜品的，少过1分钟了，60秒，争取，剩30秒了，快点了。要放上 table 才算哦。20秒，16，快点！哇哦！警卫队，快点啦！其实到最后1分钟，我也没有再赶了。快点啦！快上 table 啊！可是当时就身边很多声音在催促我快点，我其实也没有真正在听。6、5、4、3，因为我知道是可以完成。恭喜警卫队完成！今天呢，我们比赛的主题呢是以椰子为主的甜品桌。那么说到甜品桌啊，除了好吃之外呢，当然必须要摆设非常的漂亮。现在就要请出我们的4位评审去观摩一下。所以我们先到第1组。哇，椰子达人，你们的整个摆设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我们的主题的名字是叫夏日香气。因为椰子都是在夏天的水果，所以我们就取了这个名字。我所呈现的是这个玉蜀黍的拉面，然后搭配了 caramel popcorn， 还有椰子的冰淇淋，还有椰子草莓塔。coconut yuzu 也有，它下面就是一个 coconut 的 mousse。我带来的是椰子樱花卷。然后第2道是椰子焙茶铜锣烧，里面有红豆，还有一点橙的香味。我在上面再放椰子的 cream。然后第3道就是摩吉哥多纳，我取名叫椰子甜甜圈。好啦，来。这样子的话，我先说，我刚才吃的那个冰淇淋，
我单一的吃冰淇淋的时候，它是非常的香滑，但是因为你的配搭里面有味道非常浓郁的爆米花，它就会完全掩盖掉你的椰子冰淇淋。所以在配搭的时候，有时候主跟副要分得很清楚。然后呢，那个樱花的，我有吃到那个咸香味，然后也是有吃到你的那个椰香在里面。首先，我先想讲冰淇淋，还有 corn 的拉面。如果以拉面，我会认为应该是条状的，因为那个是颗粒的。过后那个马里布的香味也是蛮浓郁的，蛮丝滑。刚才我很认真的去找椰子的味道。就很像 sakura 的味道都是在 overpower，strawberry 也是 overpower 了。评审说的有他们的道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是注重于椰子的话，整个味道会很单一，所以我就想把比较偏日韩式的风格的食物掺在一起。先来说你们的摆设，一眼看过去就是美。吃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椰子是主题，可是你配搭了很强的味道，这个草莓、yuzu抢过了主题，我没有吃到应该带出来的椰子。其实他们这一组很强，只是他们可能忘了主题是什么。就好像你的 corn ramen 有加入椰子吗？corn ramen 那边没有，椰子的部分就是在那个冰淇淋那边而已。那这个是不是每一样都应该加入椰子呢？我和佩珍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因为我们觉得就太多的椰子会很腻，这样子可能评审就是要凸显出主题的味道，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就比较不达标。那么第二组 Holiday。那你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的甜品台的名字叫做椰子海之旅。然后为什么它叫椰子海之旅呢？是因为我们想要邀请大家来到椰子海。然后前面我们有放一份旅行的地图，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的地图开启你们的味觉旅行。因为我们来到一个小岛，可能你看到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小椰子，然后你会看到这里有很多的云朵，所以我做了一个云朵的马卡龙。我的 mini tart 就是有 banana 跟 passion fruit， 都是好像有 holiday 的 tropical 的感觉，然后上面也是有椰子 mousse。那个 financial 就是我们的 beach chair， 可以在那边躺着，而且放了一点 mango jelly 做一个 sauce。我最后的产品就是 Summer on the Island， 是因为我要做一个好像海边的模样。下面是一个 coconut panna cotta， 上面是一个柚子 jelly 跟一个 gula melaka 椰糖的 crumble。然后因为我们已经躺在海边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品尝的是生椰拿铁流心 lava basque， 上面是一个 mascarpone 的 coconut 奶油，然后我做成了海浪的形状。然后当你们要离开椰子岛的时候，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coconut chips， 然后你们可以带回家。Holiday 那一组呢，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小心思都在里面了，有巧克力烧，是椰子的造型，有白色的云朵，还有就是有个小小的 menu card， 然后真的是说，哎，带你去一个地方去旅行，真的是有满满的那种 holiday feel。首先，我很喜欢你的构思，你画上去的东西都做出了那个造型出来。重点是我有尝到椰子为主题，然后 banana passion fruit 没有抢过 coconut。我吃到最后一道的 bus cheesecake 的时候，我也觉得说会不会有那个香味出来，可是你们完全做到了，我很满意。这个椰子海之旅，你们的呈现方式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细腻，也带出了物尽其用的那个主题，非常的棒。因为我看到你们有用到椰子壳等等，在味道上每一口都会尝到满满的椰子香的味道，说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度假。哇，要让评审觉得这是一个快乐之旅，那非常的不简单。接下来呢是 Chef Trey Fong。一路这样子吃下来，
那个 financier 是偏干的，可能是食材的缘故，就是因为他想要把主食材融入在里面，可能椰子就把它水分吸走了很多。那个 financial 其实我是要融入椰子的味道，所以 financial 会比较干。那个 judges 的评语，我觉得我同意。首先，第一粒那个椰子形状，你的 gelatin 就下得太重了，因为口感有点像 marshmallow。好。那个杯子蛋糕 yuzu 也是稍微抢了那个椰子一点点，最后的里面是有放 coffee 吧？对，是的。我是觉得它抢了椰子一些。很欣赏那个马卡龙的 texture， 口感非常的好，它就好像不是新鲜做的一样。因为通常马卡龙都是要隔夜或者是3天回潮。对，其实我不是为了用50度去烤出马卡龙，而是我通常在家会用50度热风去烘干马卡龙的表层，然后再烤马卡龙。可是今天在比赛的过程中，我用50度去风干的时候，我的马卡龙已经长起来了，已经有了非常漂亮的裙边。有色有味，这次是凉，这次是白的，好漂亮，白了，白云朵朵。他看到那笑容吗？所以我今天其实是误打误撞，做出了还挺完美的马卡龙。那么第3组完成的呢，就是精卫队。世豪，把时间交给你喽。我们的甜点桌名称称之为椰汁荟萃。我们想要萃取椰汁的精华，融入进每一道甜点里，就好像我们的第1道，我们使用椰子壳作为呈现的那个碗。我们的那个蛋糕基本上就是全椰子味的蛋糕。然后我们的装饰，其他2组因为他们就走比较大气澎湃风，我们就返璞归真，就走比较含蓄委婉的路线。就连那个芭蕉叶跟木瓜叶都是我们人脉广阔的那个卡门姐姐托关系摘来的。那为什么不要用椰子的叶子呢？因为太高很难爬。因为太高很难爬。因为他不是认识很多人，还是有局限的。这是椰子吗？不是吧？香蕉叶，是香蕉叶。今天他们所呈现上来的作品其实是蛮让我失望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想要带出一个比较 rustic 的一个 feel，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能整齐一点，将椰子物尽其用？我觉得还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更精致一点。首先，我先说第1道黑糯米，它真的是很好吃。非常浓郁椰子的香味，可是如果说这个是其中的6个甜品里面，这个是其中1个，我就觉得 OK。可是4个里面就略微简单了一点点。好 ，Chef Tai。首先，我觉得那个黑糯米可以煮久一点，因为这个有点偏 al dente。我那个起初我以为那个是普通面包，原来是粑其实是要送很多的 syrup 在里面，可是这个粑还是很干。也没有用 cream 去把椰肉粑给粘在一起，切的时候全部都散开了。最大的那个蛋糕，幸好是有放新鲜的椰子肉，要不然就吃不到椰子的味道了。Chef 吹风。整体上来讲的话是太甜了。然后呢，如果你要放这些装饰的话，这些装饰我是希望是可以吃的。然后这个蛋糕，我发现你的那个牛油偏厚重，就是没有那种很轻的那种感觉。这个的话很可惜啦，其实。首先，你的塔，那个 base 是 base， 里面的东西是里面的东西，没有觉得说是一起呈现给我们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没有很完整。Macarons， 我觉得会很粘牙，没有那个松脆的感觉。马卡龙重弄第2次的时候，我情况就好很多，可是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烤箱太热情。对，因为平时我们烤的时候是用150度，然后今天也是使用150度，可是才烤了一下子，它就已经膨胀得非常厉害。可是那个时候时间非常紧迫，我们不可能再重做了，就硬着头皮上。Decos 我又觉得有点偏干，然后你配上 sponge and decos 就过于的干，因为你没有说 like imbibe with syrup，
就给它多一点的口感。当他说那个打垮要刷上糖浆的时候，我其实是蛮诧异，因为我所印象中的打垮它其实是比较脆口，就稍微比较嚼劲一些。所以我在创造这个蛋糕时，我主要是要融入不同的那个层次感。然后我看到你在筹备爸爸的时候，你把上面切了，然后用 cut， 所以我觉得说物尽其用，不只是椰子，可是你其他的食材也需要做一个考量，不要去浪费。这次第3回合了，他们有2个人一起合作，作品应该会更精彩一些。那个 pulo hitam 就太大碗了，单单吃那个就吃饱，所以在分量的拿捏还可以再好一点。今天的组合赛，参赛者将椰子融入甜点，完成了甜点桌，也尽量做到物尽其用。究竟成绩如何，谁去谁留？现在马上公布。首先，我来公布排名最高的那一组。我心目中的冠军是佩珍和永露，因为他们勇于尝试做了热的甜点 donut， 和永露就去做了椰子冰淇淋。Holiday 那一组呢，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呈现，你不会觉得说全部都是椰子，吃得很腻。他们可能不会有太多甜点的经验，但是你会看到他们很愿意去尝试。恭喜 Holiday， 你们安全过关。我们2个人一起完成了这个挑战，作品呈现的是完整的，也很漂亮。而且我们真的很尽力的用那个 holiday concept 来做我们的甜品，所以我们自己对自己应该是很满意的。对。现在我要公布排名最后的组合。其实今天成绩没有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们一来都蛮有信心的，结果听到评审的评语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觉得可能最后1名会是世豪和 Carmen， 因为他们做的种类比较少，他们可能会略占下风。很抱歉，警卫队，你们被淘汰了。如果他们在 menu planning 那方面做好一些，其实可以再做更多的。这是一个甜点桌，有很多东西应该比较精致一点，可是我不觉得说他们是一个 complete dessert。我对他们表现非常满意，就像我所说，他其实带动了我们2个人，我就是那个猪队友。我对世豪的表现也是挺满意的，因为这些不是我们经常会做到的东西，而且虽然今天很多状况，可是我们也一一的克服了。晋级的名额呢，只剩下1个。那么椰子达人很无奈的，你们2个人当中呢，只有1个人呢可以留下来。被淘汰的是永露和佩珍之间真的很难取舍。在我观念中，他们其实都非常强。佩珍跟永露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选手。永露和佩珍之间，我觉得会被淘汰的是佩珍。淘汰的是佩珍。我认同这个成绩，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真的没把椰子发挥得太好。我是觉得某局缺了一点点椰子的那个味道，铜锣烧也是，可能那个味道抢过了椰子的香味。我觉得我自己晋级的原因应该就是那个冰淇淋吧。晋级其实也是要谢谢佩珍。其实6种甜品里面，它的构想有4种，我只有2种而已。恭喜你们顺利晋级。3位被淘汰的参赛者看起来似乎有一点失望，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件事要公布。有别于以往哦，你们3个人呢将被赋予第2次的机会。你们必须呢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呢进行一场复活赛，复制呢我们的常驻评判 Chef 吹风的这个甜点，争取一个回到唐朝冠冕的这个机会。我是有一点惊讶的，
就是开心啊，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再展现自己的甜点。很庆幸有多一个机会能够进入复活赛，就再争取一次进阶的那个机会。下个星期到底有谁能够顺利的留下来？你们必须努力的去争取。唐朝冠冕，谁来加冕？复活赛的考验是评审出题必须复制他所设计的甜点。我的连 hold 都不能 hold。Oh no！ 今天的考题的确可以考参赛者的技巧，还有熟练度。世豪，你要不要重新做你那个 meringue？ 做啦。我没有想到温度会是阻碍我的因素。有些可能盖我挤得太快了，它粘在一起。这就是我最不想面对的。 3、2、1，时间到。